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南韩的出口数据正开出一辆让人目瞪口呆的逆天高速列车？当全球都在为 AI 狂热欢呼时，南韩作为半导体与高阶记忆体的制造重镇，最新公布的6月份出口年增率竟然直接飙到了惊人的 70.9%， 单月贸易顺差更一口气拉到了361亿美元的史诗级新高。正当无数投资人兴奋狂欢，认为 AI 晶片和高阶固态硬碟的暴利将会拯救南韩经济时，野村证券却发布了极具震撼性的警示报告，直言这场表面繁荣的底层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成长陷阱。野村指出，这场出口暴走的真相根本不是南韩卖出了更多数量的晶片，而是因为产品价格在供需失衡下出现了数倍的价格暴涨效应。为什么明明出口数据亮瞎眼，野村却坚定看空南韩的实质经济成长，甚至预言南韩央行将会被逼连续升息3次？今天我们带你拆解这场由 HBM 与高阶 SSD 狂热交织出来的真实定价大戏。野村指出，强劲的 AI 需求虽带动半导体价格飙涨，将6月明目出口推上天际，但繁荣本质是价格效应而非产量增长。由于价格与出口量严重背离，明目数据的虚胖无法转化为实体经济成长，因此野村维持低于共识的预测，认为南韩2026年实质经济成长率仅为 2.4%。 此外，贸易顺差并未使韩元走强，反而伴随首尔等房价再度飙升。野村预期央行将于今年7月、10月与明年1月连续升息3次，将终端利率锁定在 3.25%。 我们来拆解野村做出这项冷静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。首先是明目出口暴增背后的价格狂肉。南韩6月出口年增率从5月的 53.2% 拉升至 70.9%， 远超预期的 60.9%。 然而这并非产能扩张，而是 HBM、DDR5 和企业级 SSD 在缺货下单价跳跃上涨。华瑞认为这是一次明目定价繁荣，大厂在不增加晶圆产量下因单价暴涨获得营收狂飙，给了市场经济史诗级复苏的幻觉。其次是价格与数量分歧引发的实质成长失速。野村指出，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，实质出口货量与吞吐量的增长其实非常受限。华瑞认为这正是野村看穿狂欢的关键，真正决定实质 GDP 的是企业制造并交付的实体产品数量，而非通膨美化后的金额。当高单价无法带动工厂扩大购工与采购，利润就只会停留在少数半导体巨头的账面上，无法滋养传统产业，形成经典的成长陷阱。再者是汇率疲软与房价飙升的金融稳定双重危机。尽管6月顺差达361亿美元，韩元却依旧疲软，未因资金涌入而升值。同时宽松环境推动首尔房价再度失控。华瑞认为这直接直破了南韩经济防卫网。当巨额顺差无法支撑本币，资金又在房市催生泡沫时，央行面临严峻考验，迫使其必须主动降温市场。最后是危机倒逼出的连续鹰派升息路径。野村预测，在通膨、房价与汇率3重压力下，南韩央行将在接下来3次会议上连续升息，将利率调升至 3.25%。 华瑞认为这项连续紧缩是央行捍卫政策信用的自救行为。当高利率时间拉长，紧缩加速，南韩本就脆弱的国内消费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将面临痛苦窒息期，压制经济复苏。在这份报告中，华瑞认为市场最易忽略的是明目顺差与韩元表值的严重分裂。大众普遍认为出口暴赚、顺差新高会带来本费升值，但野村揭示，在全球利差分歧下，南韩半导体巨头赚取的美金利润多留存海外定存或再投资，并未实质汇回并兑换韩元。这种顺差不结汇导致南韩一方面明目出口亮眼，另一方面国内资金面却因韩元贬值与资本外流而极度前合，是市场关键的定价盲点。面对新格局，华瑞认为投资人应关注2个维度。第一，规避受高息压制、透支出口红利的中小企业与非科技板块。第二，将实际出口数量与首尔房价作为评估央行政策拐点的领先指标。总结来说，野村报告揭开了南韩 AI 出口狂热下的成长悖论。明目出口大涨背后只是价格暴涨的短暂幻觉，实质数量的停滞与房市汇率危机才是主导南韩经济的引力。在全新的重构时代，学会看穿明目金额的喧嚣，
读懂价格与数量的分歧，才能做好理性的资金防御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